温馨提示，今天这期节目啊，如果您刚好在吃饭，建议您换个时间再来。如果是心理承受能力一般，建议您谨慎观看。说唐朝咸通3年，公元862年，唐廷任命了韦胄为岭南东道节度使。这位韦胄不仅是个好官，兼通医术，而且出身名门。京兆韦氏是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望族。韦氏家族的婚配对象也自然都是高门大族，甚至其中还有不少是皇亲贵胄。那么这位韦胄韦大人在广州担任节度使的期间，却对手下一员小小的牙将产生了兴趣，最后甚至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他。这个小牙将名叫刘谦。韦胄要把侄女下嫁给刘谦，韦胄的夫人表示坚决反对，认为门不当户不对，这刘谦的出身太过于低微了。韦胄在当时说了这么一番话，说此人非长刘也，他日无子孙，或可依之。说这个人你别小瞧他，没准哪一天我们的子孙就该依靠他了。这桩婚事最终在韦胄的坚持下得以成为现实。对于当时只是一名小校的刘谦而言，这不是天上掉馅饼，这是天上掉下了一桌满汉全席。这不是祖坟冒青烟，这是他们家祖坟直接烧着了。那么有了韦氏家族这一层姻亲关系，韦胄对刘谦大加扶持和提拔，使其得以迅速发迹。岭南刘氏自此开始一步步崛起。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刘氏建立了一个以汉为国号的割据政权，历史上为了区分将之称为南汉。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这是慢聊五代十国的第21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五代十国的南汉是那个时代极为荒唐的一个政权，从开国到亡国一共4位皇帝，无一例外，要么是昏庸无道，要么是残暴至极。有喜欢看杀人，闻到血腥味就异常兴奋的，有一上台陆续杀光自己10几个兄弟的，还有要求满朝大臣必须接受生理阉割的。就这，南汉居然还能存在了55年，一直到赵匡胤的北宋初年才被灭掉。那么这么一个小王朝究竟是怎样兴起和衰亡的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有关南汉的故事。话说唐末乾伏5年，乱世开启者黄巢攻陷广州，随后不久，黄巢撤离广州，北上劫掠。黄巢的入寇造成了岭南局势动荡，期间群盗已劫，动乱不堪。与此同时，江山代有才人出，时局的变化也为一些有准备的人创造了良机。那个娶了大家闺秀的刘谦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奉命领兵平乱，屡立战功。到了中和3年，刘谦因为个人战功，更大程度上是受到韦氏家族的帮衬，产房传来大喜讯，他升官了。什么官职呢？丰州刺史。这个丰州就是今天广东的封开县。您别看现在它只是一个县城，在唐朝的末年，丰州地处岭南东西水路的交通要塞，军事重镇。刘谦这个人是比较有政治野心的，自打有了丰州这块根据地，他就开始不断的招兵买马，很快就拉起了一支有着万余精兵的队伍。这些兵力放在中原地区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在岭南地区却可以号称强大。可是刘谦壮志未酬身先死，临终之际，这刘谦对儿子们说：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金甲西卸，而免建功，实在不可失也。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说现如今岭南岭北盗贼四起，我给你们留下足够争雄的本钱。尔等想要建功立业，现在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乾宁元年，刘谦因病撒手人寰，他的3个儿子分别是刘隐、刘台、刘岩。哥仨儿的名字据说是刘谦在安葬测试段氏的时候挖出了一块石板，上面有隐台岩3个字，
兄弟三个呢就以此为名。其中的老二刘台早死，只剩下老大刘隐和老三刘岩。依照晚唐军人权力的传承惯例，刘谦死后呢，正妻韦氏所生的嫡长子刘隐是刘谦权力和地位的第一继承人。但是这个刘隐当时只有21岁，在其服丧的期间，部队里有人趁机发动兵变，刘隐用计将反叛之人彻底消灭。由此呢，刘隐初露锋芒，奠定了他在军将中的地位。于是军中众将共推其继承父职。当时的青海军节度使刘冲圭也很赏识刘隐的才能，向朝廷奏请任命刘隐为丰州刺史，让这刘隐完全继承了其父刘谦的衣钵。又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势力发展迅速，刘隐在境内用法轻速，威望颇振，逐渐成为唐末5代初年岭南地区最强的割据势力。岭南的流量池很大，刘氏作为新晋红人，之所以最终能在岭南独占鳌头，早先是韦氏家族将其扶上马，又送了一程，而这个阶段更多的是源自刘隐的雄才远略。整个5代十国时期有太多的势力突然做大，好似暴发户一般，势傲而骄，继而又突然被吞并被剿灭。相比之下，刘隐在其中显然要更加的清醒。那么乾宁2年，青海军节度使刘冲圭病逝，唐昭宗派来了薛王李之柔接任青海节度使。李之柔一行还没有到达岭南，岭南的部队就发生了兵变。2名军中的将官顺应时代的号召，拒不服从唐廷的诏令，拒境作乱。这俩人一个叫卢据，一个叫秦启。卢据是坐镇广州，秦启呢把守端州。这2个人比较忌惮丰州的刘隐，于是呢特意送信过去，说大侄子别闹你卢叔叔和你秦叔叔要搞点事情，等回头把你秦叔的那闺女许给你做老婆。刘隐是表面上应承下来，声称要亲自领兵前往配合举义，实际上呢点齐了丰州的精兵，顺江而下，伏甲州中夜入端州，先斩杀了秦启，又顺利袭取了广州，擒斩了卢据，一举平定了这场兵变。而后呢，迎请薛王李之柔入主广州。他是手握精兵，但是廉己自重，在动荡之际能够顺从唐廷，以薛王李之柔为尊，这在唐末远离中央的地方将领中实在是极为少有的。李之柔是远道而来，尽管名义上享有最高官员的地位，但却没有可实际操控的权力和基础。刘隐进驻广州平叛，广州的军备便已牢牢地掌控在其手中。李之柔呢，由此顺水推舟，擢升刘隐为行军司马，军旅财富一以为之。刘氏集团的势力就此从根据地丰州推进到了岭南统治核心地广州。所谓的岭南地区指的是中国南方五岭以南的广大地区，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分界线。唐初贞观元年形成的天下10道格局，岭南道呢成为正式的建制。随着时间推移，岭南逐渐形成了广州、贵州、雍州、荣州、安南5府体制，由广州刺史充任广州都督与5府经略使。岭南5府或者叫岭南5管的格局正式形成。它的大致范围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海南的全部，以及云南和越南的一部分。到了唐末的唐懿宗时期，朝廷对于岭南道军政格局再次进行调整，将岭南道的广州经略使升为岭南东道节度使，乾宁初年又赐号为青海军，雍州经略使升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安南都护府改为静海军节度使，桂管经略使又改为靖江节度使。原来的岭南5管之地全部设置节度使，户部同属群龙无首，各自为政。到了刘隐广州平叛的前后，整个岭南已经形成一盘散沙，动荡不安。当时刘氏集团的势力仅仅局限于原先的广管之地，也就是岭南东道的辖境，
除此以外的其他几个割据势力，分别有胶州的曲浩、贵州的刘师正、雍州的叶广略、荣州的庞聚昭。除了岭南，岭北黔州的卢光畴以及割据湖南的马殷，都是刘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应该说，刘氏集团的刘隐时期在开疆扩土方面的进展并不顺利。和卢光畴争夺韶州、潮州，先成功夺回了潮州，但是在韶州遭遇了惨败。和马殷争夺粤西地区，大大小小10余战，全部以败北告终。岭南刘氏在刘隐时代实现了从丰州到广州的跃进，但是在与各方争霸的战争中，全都没有获得胜利。后梁乾化元年，名义上已经是青海、静海节度使的刘隐，又被朱梁朝廷册封为海南王。遗憾的是，就在同一年，刘隐因病去世，年仅38岁。刘隐病逝之后他的弟弟刘延接了班，继承了刘氏藩镇全部的军政大权。刘延和刘隐实际上是同父异母所生。刘延的母亲段氏是刘谦的侧室，可能是受到了刘谦正室夫人韦氏的欺压，段氏在生刘延的时候躲在了娘家。但是好巧不巧，还是被韦氏知晓。这个韦氏担心段氏产下一子之后会威胁到自己，于是呢，派人把这个尚在襁褓的婴儿给抢来，准备亲手除掉这个后患。可是这件事儿很快就迎来了反转。就在韦氏手持利刃，准备一刀结果了这个小生命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小孩突然呆住，说这孩子可太漂亮，太耐人了。韦氏越看越打心底里喜欢，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这韦氏本来在手里紧握着的宝剑都不自觉的当啷一声掉到了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感慨着说道：“此非常儿也。”3天以后，这韦氏杀了这孩子的母亲段氏，将当时尚在襁褓的刘延当成自己的儿子来养。长大之后，刘延更是仪表堂堂，弓马娴熟，身长7尺，垂手过膝。您如果看过我以往的视频应该会有所了解。五代十国时期，一些统治者为了利益互相残杀，兄弟反目，甚至父子相残的屡见不鲜。类似的悲剧在南汉也有发生，后面咱们都会讲到。但是在刘隐掌权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极为妥善的。史书记载，在天复2年，刘隐在攻打韶州的过程中，因为求胜心切，不听刘延的劝告，误入圈套，结果导致全军溃败。战后呢，刘隐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此后凡是兵革之事，全部交由兄弟刘延处理。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把刘氏藩镇的军权交给刘延掌握。当时的刘延只有14岁，说14岁就掌握一方军权，这未免有过分夸大刘延军事才能的嫌疑。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刘隐对这个弟弟的重视，将其带在身边，共同打天下，并在临终之际绕过自己的儿子，兄终弟及，让刘延全部继承了刘氏藩镇的军政大权。当23岁的刘延正式接班的时候，南方几大割据势力已经基本形成。王朝王审知具有福建，钱镠据两浙，杨行密坐拥两淮，王建占据西川，高季兴盘踞荆南，还有湖南的马殷和刘氏划粤西而治。为了拓展疆域，刘延首先对黔州卢氏集团开战。趁着镇南军节度使卢光畴病逝，卢氏陷入内乱之际，刘延发兵先后成功拿下了韶州和潮州。紧接着，刘延又开始和马楚政权展开了对荣高2州的争夺。荣州、高州这俩地儿正处于去往安南的必经之路。马殷占据荣高，就等同于切断了刘氏和安南的联系。基于战略层面的考虑刘延派大军攻打荣州。马楚在荣州的守将姚彦章主动弃城而走，刘延一举拿下荣州，并迅速攻占了高州。
刘隐当年没能解决的争端被刘岩给解决了。经此一役，刘岩在粤西边界遏制了楚王马殷在岭南西道的扩张，也进一步巩固了刘氏在岭南的霸主地位。而后不久，经过中原共主朱温从中调解，马殷和刘岩在粤西的争斗告一段落，两军在雍容桂连江接诊，互为对峙。在粤北则以南岭为界，这条楚河汉界终刘岩一生纹丝未动。那么经过了几年时间的东征西讨，岭南的中小割据势力基本被铲除殆尽。相比其兄长刘隐，刘岩实际上要更加善于妥协。对北方的中原朝廷，刘岩表现出了臣属应有的恭顺，甚至和长期以来不断交锋的马楚政权，刘岩也能化干戈为玉帛。乾化3年，刘岩主动求婚于马殷，娶了马殷的女儿，一桩婚事让仇敌变成了翁婿。岭南刘氏和马楚政权从此以后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刘岩对中原朝廷后梁的效忠恭顺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合法性的认可。这种情况在朱温死后发生了变化。后梁真明元年，刘岩向后梁末帝朱友贞上表，请求参照太祖朱温册封钱镠为吴越王的这个先例，加封自己为南越国王。但是朱友贞没有应允他的请求。考虑到朱梁王朝内外交困，沙陀李氏新晋的晋王李存勖骁勇多谋，矢志不忘灭梁大业，朱梁已现颓势，自顾不暇。于是刘岩决定断绝对朱梁政权的朝贡，并对手下的僚属说了这么一番话：今中国纷纷，孰为天子？安能梯行万里，远视违庭乎？说现在中原纷乱，礼堂已经 over 了，何苦来要跋山涉水去效忠侍奉朱梁这个伪政权呢？这个时候的岭南刘氏经过父子3代的经营，根基已经相当稳固，再加上刘岩十分注重和周边政权维持相对友好的关系，外部环境也比较稳定。既然天下纷纷，何不自立为帝呢？于是在公元917年的11月初1，刘岩在广州正式称帝，以广州为兴王府，国号大越，改元乾亨，追尊其祖父刘安仁为太祖，其父刘谦为代祖，兄长刘隐为列宗。1年以后，刘岩宣称自己这个刘氏源自汉朝皇室，因此将国号改为大汉，史称南汉。南汉的开国之主刘岩标榜自己是汉室苗裔，这种攀龙附凤的现象在五代十国时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刘知远说他是汉光武帝之后，马希范自称是马援之后。冒认祖宗往往是为了令自身的地位看起来更加的尊贵，树立权位也更加的合理。而有关岭南刘氏的来源还是有一些值得考究的地方的。多数的传统正史都记载南汉刘氏起源于河南上蔡，先迁居到福建，又迁至广州。但是刘氏北人南迁的说法到了近现代遭遇到了挑战。比如日本的学者藤田丰八认为岭南刘氏先祖是来泉州经商的大食或波斯人，大食也有读成大义的，这里咱们不做过多的讨论。那么除了藤田丰八，陈寅恪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岭南刘氏是外国人改华姓者。除了这2个人的观点，还有一个日本的学者叫河原正博，他提出说南汉刘氏属于唐代岭南丰州以军功起家的少数民族。无论是外国人的说法还是少数民族的观点，实际上都是推论多于实证，缺乏有力且直接的证据。虽然很有新意，却全都难以成立。那么在没有新的史料发现之前，还是应该依据正史的记载。因此我们说南汉刘氏家族应该是由河南上蔡迁居到岭南定居的汉族。除了刘氏族属问题，
南汉第一个皇帝刘演的名字也很有一番说头。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看一下，这哥们儿对改名应该是有一种执念的。没有称帝之前，他就改名叫刘志，可能是取登高之意。称帝前后呢，又先后反复改为刘演、刘志。到了乾亨9年说这一年有白龙现于南宫三清殿，刘演将乾亨9年改为白龙元年，并给自己改名为刘公，以应祥瑞。再后来呢，这哥们儿又听信了一位胡僧之言，从周易当中取飞龙在天之意，自己造了一个演字，又改名为刘演。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位自造汉字作为名字的就是武则天。武曌凸显了一代女皇的霸气，而刘演同样是飞龙在天、傲视苍生的姿态。那么说，这位刘氏政权的传奇人物，在建立南汉之后，他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呢？在立国之初这个刘演和他的臣僚们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内外政策得当，使得南汉渐渐步入到了府库充实、政事清明、极目四邻、边境无虞这样一个良好发展期。刘演有一项很值得称道的施政举措。唐末5代时期，5人出任地方官员是标配，5人掌握军政的后果危害极大。岭南刘氏自刘隐时代开始，就接受了幕僚们提出的以文官治理州县的建议。到了刘演称帝以后，在地方官员的选拔上，彻底打破了以5人出任刺史的5代怪圈，创造了5代岭南刺史无5人的局面。刘演之后的南汉政权，尽管数十年间统治集团内部争斗不断，但地方上却能基本保持安定，主要也是得益于此。南汉刘演在位的前期，励精图治，锐意经营，南汉政权得以稳固发展。但是随着地位的确立和稳定，刘演本人的私欲也越来越浓。像历史上很多的传统帝王一样，他同样没能脱离那个盛衰周期表，开始重点在2个方面放飞自我，一个是奢侈，一个是暴虐。立足于岭南的刘氏南汉政权，依靠海运转口和广州的藩驳之力，积累了巨额的经济财富，因此让刘氏帝王有了尽情挥霍的资本。晚年刘演的奢靡主要体现在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极尽奢华。那位说了说修建宫殿能花多少钱？根据史籍的记载，刘演的宫殿用了大面积的金银，殿下的水渠里浸满珍珠，雕琢水晶和琥珀作为日月。他的极尽奢华很快引来了大臣们的担忧，但是这个时期的刘演已经沉溺于奢侈浮华的生活，不再像统治初期那样能尊重世人的意见，大臣们的一些劝谏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除了盖房子，刘演还热衷于滥施酷刑。他设立了汤护铁诸具，制定了灌鼻、割舌、肢解、炮制、烹蒸等等一系列酷刑。史籍记载，演性严酷，果于杀戮，每事事则垂帘于便殿，使有司引罪人于殿下，设其非法之具而图快之，故有汤祸铁床之誉。说刘演经常会亲自观看一些罪人们的行刑过程。行刑之后就完了吗？并没有。又有投汤祸之后更加日曝，卧以盐醋，机体腐烂，尚能行力，久之乃死。其余则垂锯互作，血肉交飞，腥秽之气，冤痛之声，充沸庭午。南汉统治者的用刑之酷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用完刑撒上椒盐孜然，再经过一番的暴晒，这就结束了吗？怎么可能呢？而演之唇吻必垂涎及稀罕，若吸高血之气者，久之方复常态。有司四其腹肠，乃引罪人而退。盖腰肾毒龙之类，非可待以人伦也。
说刘演啊，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异常的兴奋，常常不自觉的口水都会流出来。你说你有点残暴就得了，真是大可不必这么如痴如醉。那么刘演真的就像史书上所写的那样，喜闻腥秽之气，冤痛之声吗？其实只不过是时势造人，他不过是意在做出一种姿态，以此告诫那些大臣都给我乖乖的安分守己，各司其职，刘氏统治者的地位和尊严不容侵犯。我这脾气可不好啊，千万别惹毛了我，惹毛了我之后就会有你们的好看。刘演的这种做法啊，的确是恫吓了一部分士人，他们本来就是避乱而来，只求安定。既然是遭受到了歧视和排挤，有的呢就干脆愤然辞官，归隐山林；有的呢就见风使舵，尸位素餐。总而言之，就是神功护体，保护自己。那么南汉政权自刘演晚期开始出现转折，国家渐渐走起了下坡路，统治者排斥士人，残酷暴虐，穷奢极欲，同时呢亲近宦官，使得宦官势力逐渐成长，甚至到了滥觞的地步，成为五代十国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南汉大有15年，后晋天福7年，公元942年的4月，刘演病逝了，时年54岁，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祖，葬在了康陵。那么刘演死了，他的子孙们的表现究竟又会如何呢？刘演啊，一共有19个儿子，这其中长子和次子早逝。刘演死后呢，他的第三子刘宏度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登基称帝，改名为刘斌，以他的四弟晋王刘弘熙辅政。但是刘斌这一任皇帝不仅没有扭转其父刘演晚期渐走下坡路的时局，而且做尽荒唐事，最终导致了众叛亲离。在刘演还没有下葬的时候，刘斌就召集了一群伶人饮酒作乐，大白天让一众的男男女女全都脱光了，以此为乐。甚至呢，夜行与娼女同宿民家，丝毫不顾及礼教，丢尽皇家的脸面。他的五弟越王刘弘昌对他好言相劝，但是刘斌完全置之不理，放着这种尚存忠心的人不用，反而特别亲近宦官。久而久之呢，南汉政治黑暗，政局不稳，国力下降。南汉皇室内部也开始有人觊觎皇权。说这一年的7月，老四晋王刘弘熙和老五越王刘弘昌密谋要弑君自立。说这刘斌啊，特别热衷于手搏，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类似徒手搏击之类的竞技活动。老四老五这哥俩呢，投其所好，找了一伙专门擅长手搏的人，然后把刘斌请来观看。一场欢乐的家宴过后，刘斌喝酒喝到烂醉如泥，被老四事先安排好的人杀死在了寝殿的门口，时年24岁。第二天一早，老五领着10几个弟弟迎立老四晋王刘弘熙继皇帝位。刘弘熙继位之后呢，改名刘胜，这就是南汉的中宗。古往今来啊，任何一位帝王登上君主之位之后，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去巩固权势，确保自己的宝座能坐得安稳。那么刘汉的刘胜是怎样做的呢？他的做法极其的残暴，虽然勉强巩固了地位，却也因此失尽了人心。前面有提及刘演一共有19个儿子，除了老大老二早逝，老九战死沙场之外，老三刘斌当了皇帝，被老四杀了。老四刘胜自己得位不正，所以呢，担心弟弟们将来会有人效仿，于是先将和自己年纪相仿的老五老六老七老八想方设法或暗杀或赐死，接着连理由都懒得找，痛下杀手，连杀8王。仅剩下的2个弟弟最后呢也没能逃过屠刀，接连被刘胜赐死。除了15个兄弟之外，他们的子嗣也全部被斩草除根，他们的妻女被纳入后宫淫乐。刘演这一颗藤上
本来结了19个瓜，至此呢，只剩下刘胜这一枚硕果。纵观礼乐崩坏的五代乱世，弑父杀兄屠弟的这种事情比比皆是，但类似南汉刘胜这种杀光所有兄弟的，还是十分罕见的。那么这种暴虐和狠毒的背后，除了刘胜担心弟弟们谋朝篡位之外，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呢？我们看，在现有的史籍当中，对于刘胜的生母是没有任何记载的。那么要么是他的生母地位相当的卑微，要么就是他根本不知道生母是谁。或许正是这种出身的卑微，使得刘胜产生了极度自卑的心理，由此呢，潜移默化的希图通过屠杀来掩饰自己的自卑之情。残暴强硬的一番操作之后，这个南汉的政局逐渐趋于稳定。这个时期，刘胜开始想在南汉的疆域方面有所拓展。乾和6年，趁着湖南马楚兄弟相争，南汉军队先后攻占了贺州和昭州。3年以后，南唐出兵灭楚，南汉跟着趁火打劫，进取马楚在岭南的州县，并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岭北的郴州。到这个时候为止，南汉已经达到了其疆域最为广阔的阶段。刘胜在观察中原及南方各国局势发展之后，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抓住机会向宿敌马楚发动攻势，一举成就了南汉的疆土扩张。与此同时，刘胜在位期间的另一大特点是宦官的数量成倍的增长，并和宫女勾结，开始参与朝政。有人说南汉政权堪称宦官王国，这个观点虽然没有照应到南汉不同时间段宦官势力的变化，却至少能够看出宦官善政在整个南汉政局中的重要地位。后周的显德5年，南汉乾和16年的8月，刘胜病逝于广州，终年39岁。谥曰文武光圣，明孝皇，庙号中宗。他的长子刘继兴继承了南汉皇位，改名刘昶，改元大宝。这是岭南刘氏的最后一位皇帝，历史上称之为南汉后主。大宝3年，北方的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以宋代周。而此时的南汉朝廷则陷于混乱之中。刘昶坚信自己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其父刘胜杀光了自己所有叔叔的缘故。于是呢，刘昶开始效法其父，屠戮兄弟。这一年的3月，刘昶杀其二弟贵王刘炫星，他的三弟荆王刘庆星也不知所终，极有可能同样被害于刘昶之手。几个弟弟里面刘昶和真王刘保兴感情很好，那么最后刘保兴因此得以幸免。还有一位梅王刘重兴，史籍当中没有相关的记载，结局不得而知。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这刘昶也喜欢奢侈的生活，耗费巨资修建宫殿，其中有万正殿一座，光是为了装饰那里边一根柱子就用银3000两。又和一位来自波斯的宫女淫戏后宫，并给这个波斯女子赐号为媚珠，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咱们在前面有所提及的宦官势力，经过刘演、刘胜两朝，在南汉后主刘昶时期达到了巅峰。不仅宦官的队伍急速膨胀，而且地位被抬高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宦官们的规模和权力甚至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大一统的王朝，还是割据偏安的政权。资治通鉴当中记载，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食，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亦有免死而攻者，由是宦者近2万人。贵显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为世人为门外人不得遇事，足以此亡国。这是一种极其不寻常的现象，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想当官吗？想当，想当您得先去挨那一刀，成为第3性别。
当然，除了官方专门设立的这种机构，民间也有会这门手艺的，都是科技加狠活。不少人想要出人头地，先自行的扫清障碍，也有犯了死罪为求免死获此殊荣的。就这样，这宦官的规模呀，达到了2万人。朝中但凡说话算点数的，绝大多数都是宦官。说您读书多有文化，文化人在这个时候被视为最没用的人，不可以当官从政。您说就这么折腾，他不玩完哪儿跑呢？南汉后主刘昶在岭南昏聩暗弱，而天下大局早已天翻地覆。江淮大国李氏南唐先后屈服于后周和赵宋，前世吴越成为北朝平定天下的马前卒。赵匡胤在收割了荆南和湖南之后，又西进灭了后蜀。宋朝的大军就这样悄然来到南汉的国境线，从西北2个方面直逼南汉。南汉大宝11年，宋朝是开宝元年，赵匡胤命南唐后主李煜劝降南汉的刘昶。李煜是先后3次致书刘昶，痛陈利害，劝其认清形势，割地通好，奉宋朝的正朔。但是刘昶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错误地认为自己仍旧可以偏安岭南，老赵没有吞并自己的意思。于是呢，他拒绝了李煜的劝降。人在汴梁的赵匡胤一看，好吧，既然好说歹说，油盐不进，那就只能真刀真枪上分个大小了。开宝3年，公元970年9月，赵匡胤以吾当救此一方之民为由，以大将潘美为帅，出兵前去灭南汉。整个过程进展得十分顺利，不到半年的时间，在开宝4年，公元971年2月初5，潘美率领宋朝大军兵临兴王府城下，刘昶素服白马出降，南汉灭亡。相比南唐后主李煜的郁郁寡欢，同样是身在汴京形同囚徒，刘昶很懂得自污求存。说有这么一次，刘昶自己亲手用珍珠编织了个玩意儿，献给了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看了以后很是惊讶，说你还有这手艺？这个玩意儿工艺十分的精妙，以至于一些专业的工匠看了也都为之叹服。再有一次是太平兴国4年，驴车战神赵光义讨伐北汉，刘昶在朝堂上说等到北汉平定，刘继元来了汴京，他刘昶要当诸国降王之长。一个亡国之君能在被软禁的生活当中怡然自得，甚至愿意献艺于宋帝，看似愚蠢，其实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纵观南汉刘氏五主4帝，刘隐继承父志，从丰州进驻广州，审时度势，图谋霸业。对内治理有方，令百姓安定，知人善任，各尽其才；对外坚持维护与中原王朝臣属的关系。刘隐一生的努力，为南汉立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高祖刘演时代是南汉安定发展的时期，适时出兵征伐，开疆扩土，周旋于中原及南方各大割据政权之间，与周边的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秩序井然，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但是在其统治后期，刘演的奢暴令士大夫心寒，对宦官集团的倾斜为南汉中后期腐朽局面埋下了祸根。到了中宗时期，刘胜在位的17年可谓是功过参半。刘胜最大的功绩在于抓住时机，乘势而动，将南汉的统辖区域扩大了10余州之地，达到了南汉疆域的顶峰。然而为了巩固地位，残杀宗室和勋旧，15个兄弟尽数惨死刘胜之手。这种大清洗的手法也造成了南汉人心动摇，几近崩溃。后主刘昶作为一国之君，几乎没有任何的政治业绩。从继位到亡国14年的时间，刘昶对国事漠不关心，没有丝毫的危机意识，一味追求纸醉金迷的奢侈生活，任由内官们
操纵朝政，胡作非为。他的治下有2项史上少有的记录：一是他对南汉疆界方圆几里茫然不知；二是2万人的宦官团队实属罕见。如此统治，即便没有外来的攻击，自然生存恐怕也只是拖以时日。纵观刘昶的一生他成就了一个及时行乐的游戏者形象，也成为了后世口诛笔伐的昏庸无能、奢侈淫乱的典型。感谢您收看收听本期节目，这里是烽火赵东南漫聊五代十国的第21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欢迎点赞、分享、评论。五代十国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下期不见不散。